空调开热的就跳闸，然后检查了半天，发现这个欠压保护器损坏，我们需要给这个欠压保护器换一个63的。先给这个旧的必须先拆掉啊。下端的螺丝和电线拆掉以后，给保护器的上端螺丝也拧松动。现在用手提一下，看能不能提得出来。手感应一下，这个欠压保护器温度很高。现在用钳子给线拽出来，哟，还有点紧。用螺丝刀再松几下，让空间足够，让线松动啊。螺丝松动以后，这个线就可以轻松的拔下来了。火线拔下来，零线也同样的2根线要拔出来。然后这个欠压保护器下面有这个小按钮，抠一下，然后往上一提，这个就可以拆下来，就是这个小按钮啊。一抠它就可以松动，一按它就紧了。这是刚刚跑了5公里买的新的品牌欠压保护器63的，你们看看这个怎么样？买东西一定要买好的啊！现在卡扣松开了，然后从上面这个欠压保护器从上面往下一扣，然后给了个小卡子按进去就可以了啊。下一步呢，就要给这个线给它重新装回去，因为这个新的和旧的线的位置不一样，要按正确的方法给它接。这个零线比较近，然后给它别短一点，给它拧上。线一定要压紧，避免虚接，因为这个线后面拖的全部是空调，线一定要压紧，按顺序接好。拧火线千万不要弄错喽。现在这个是上端的火线，然后和另外一边的压紧，压紧以后，然后给这边的欠压保护器的粗线火线给它搬过去，然后用钳子给它塞到压线孔里面，然后等一下用螺丝刀给线压紧就可以了。这个线一定要拧紧，一定要用螺丝刀，用电动螺丝刀容易打滑。下面我们给下面的这个线也给它想办法接上。这是火线的粗线，这下面的是近线。先给蓝色的，因为蓝色的距离比较远，先给蓝色给它掰长一点。折的弯比较长，现在我给它弄短一点，让它能跨得过左右。因为换了新的，它们的近线位置变了，然后这个零线就变得需要很长，也没有备新的，然后还要用这个老的线接，然后我们就给它折了一个大弯，就长度变长了啊。然后这个螺丝一定要拧紧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避免虚接。这种固定最好用螺丝刀，因为压的比较紧。然后现在呢，就给这个火线接上啊，这个火线跨度又有点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捋直，然后给它跨度变小一点，然后从中间折一下，看看这个距离就比较小了啊，就可以插得进去拧火线了。现在用螺丝刀给下端的螺丝拧松动，让它留出安装孔扩大，然后给这个零线稍微掰歪一点，方便这个红线插入接线口。好，现在插进去了，再用螺丝刀给这个线压紧，一定要压牢啊。欠压保护器的进线压好了，然后我们给空开下面的线也给它压紧，一定要用螺丝刀拧紧，避免虚接。给别的地方松动的螺丝也稍微紧固一下。这个是我刚刚外接的空开，然后我们给拆掉，然后给客厅的柜机进线给它接到原来的空开上。
拧火线千万不要接错喽，一定要拧紧啊，避免虚接，虚接也会导致跳闸。所有的线接好，给所有的电闸给它拉下来，然后推起总闸看看，然后用电笔量一下进线是不是正确的，每个地方多量几个，按标记量一下。 确定没问题的时候，等一下再退闸啊。现在没问题，然后我们就退闸。我们先给灯推上，看看灯亮了，然后后面的一个个的推就可以了。没问题。然后给下端的普通插座，好多的插座给它推上就可以了啊。电闸推上去以后，然后让客户打开空调。现在空调已经打开啊，现在吹的是加热。 电加热模式，然后所有的房间的小空调也打开了啊，这是1分钟，现在已经是10分钟了，也没有跳闸。用手背感受一下牵压保护没有发热，牵压保护器换完，设备正常，维修完毕，感谢指点。